这一台是亮点版7人座顶规的，134.9万。这边下面本来是置物的，它变成椅子。这台是关注度非常高，台湾制造纯电休旅车。这一集我们就带大家看看 Last Gen N7 目前最热销的几个版本。N7的后座我觉得比特斯拉的那个宽敞舒适的感觉。除了实际上路外，还要带大家真正的体验露营生活。车外供电开，真的可以充电啊！真的，你看它现在充电电流是16A。跟着我们一起去度假吧。24度这里好凉哦，整个空间都是凉的。要加这一个，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耶！关注 FB 粉丝页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优娘驾驶，我是副驾驶。今天终于开电车了，有没有出来体验一下？这一台是我特别去借的，因为很多粉丝一直跟我们敲碗，想要看我们用 N7 车博。今天除了实际测试各项功能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带大家来测试 N7 亮点版。如果利用这台车来车博露营，到底耗电情形如何？因为我们也是用电大户，大部分都是用无明火料理，所以也要特别测试一下整个2天1夜的露营能不能全程吹冷气，加上使用 V2L 的电源。这一台是亮点版5人座，亮点版5人座，你看它的后座空间算很大哦。对，我们这次还要特别测试的就是夏天露营，除了要防蚊，还要有舒适的空间。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现在我开的是 ACC 定速，还有车道自动哦。现在过一个弯，我手还是要摸着啦。自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，还是要宣导一下啊。手一定不要离开方向盘，脚要放在刹车上。像前面这种 S 型弯，小的 S 型弯，我们看看它能不能自己过。不行，马上要介入啊！过去了啦，跑掉了啦，他没抓到，所以山区过弯它比较恐怖的是，它没有这个警告音呢，现在又回来了，我感觉它就介入了。我们再看前面这个弯啊，目前它是设定，你看它绿色的线表示它现在是有的，看它会不会过，这样的弯是可以的。前面这个弯呢，这个就有点大了，我觉得应该过不太去，应该过不去，直给我出去。所以这一种自动辅助驾驶的车道自中，在高速公路、快速道路比较 OK， 直线道路、封闭型道路、山路千万不要使用。我觉得它是超过它的某个角度之后，它就会取消。我们这次也要测试一下电车它的冷气耗电情形，还有停车吹冷气到底能吹多久？实际测试露营的功能。这一台车它很特殊，它有 V2L 车外供电，除了让我们露营的时候可以用电之外呢，它还可以当成救车的电源，也就是我可以用这台车帮其他电动车充电，救援电源哦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如果有朋友在山上，电用完了下不了山，又没有充电桩的话，我们就开这台车来救他。最重要是今天要出去露营啦，走！开电车进营区，没有引擎声，不吵人。哇塞，它那个有穿透功能呢。这个营区有 J1772 的充电桩，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。目前的电流。31A 6400-6500瓦，47%要充到100%要5小时，这个慢充实在是有点慢。它竟然还可以设定充电上限，比如说我要保护电池，
充到80%就好。现在是设成100%。它有通风座椅，来副驾驶试一下。好。有没有感觉屁股下面凉凉的？有开始那个感受到风开始出来。啊，它的椅子下面有那个凉风啦，这样夏天其实坐起来不会那么闷。过了3分钟左右，你看它的空调竟然抓了3200瓦因为我开最低温，一般不会开那么大，我们就是要测试它的极限值。如果今天在大太阳下很热，我要马上变凉，它抓了3200瓦。嗨，小娜，车内温度调成26度。了解，正在将驾驶的温度设定为26度。它虽然可以边充边用啦，你看 6.6K， 可是你的充电时间会充到天荒地老可以细。这里车内的空调啊，它可以设定3种模式，我把它关掉，这就是下车，完全都没有设定的话，下车它就关掉。那如果我们去买东西，担心等一下回来很热，我们可以设定成维持啊，正副驾驶座双区空调，那它就维持这个温度。但是如果车内电力掉到20%以下，它就会自动关闭空调。它是有一个限制，不然你会不能开车。那如果有宠物在车上，可以设定宠物模式。那这个差在哪里呢？其实都是车内的恒温系统，但是它的仪表板上面会显示宠物，就是外面的人如果看到宠物关在车上，不会把你的车窗敲破去救它，因为它有显示现在是宠物模式。如果是我们在车上休息，也可以切成露营模式，一样的概念，就是恒温系统。下车之后熄火之后，它的冷气是持续运作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它的充电一样是 6.6K， 但是能耗呢？空调这个下不来，3000瓦。它这一台车有60度电来讲3000瓦，你看可以用多久？3度电20小时就耗完了。如果全开这个空调的话，20小时60度电就耗完，但是它会留20%，所以实际上是用不到20小时的。听一下露营模式车外的风扇声，这等于是一般油车水箱风扇声全速运转的声音。晚上应该是不能睡，临车是不能睡的。不过呢，晚上气温下降之后，它会自动降载，风扇不会这么大声。今天来到园区，这里很方便，有充电桩，隔壁刚好有一台特斯拉，一样是电车啊，不过这一台是 Model Y， 目前最多人开的一种车型啊。当然我们这一台是 Last Gen 的 N7 亮点版，129.9万，这个是最接近的等级。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特斯拉的电车，他们最在意哪些功能？来，走。你好，你好，打搅一下，是，可以参观一下吗？欢迎欢迎。这一台是特斯拉 Model Y， 对，后驱版，它还是单马达的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你觉得最好用的什么功能？最棒的我觉得就是它的辅助驾驶哦，特别是长途的时候。你从哪里开到哪边？我有时候会从台北到屏东东港。哇，那是长途，一般我很怕这种驾驶，因为很远很累，很累很累。精神还是要聚焦在开车上面了，就不会那么累，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对，注意一下状况。我有发现你还是把它的第3只眼关掉，会被扣点数。除了自动辅助驾驶，还有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功能？我最开心就是它后面打平之后，180几公分的人完全可以躺平，可以躺平，所以车内空间好用。大部分你是出差用嘛，对不对？是一个人开，大部分都一个人啊，开起来也轻松。然后如果累的话，也可以休息。是，邀请我们黄先生来体验一下。哇，第一次，你没有上过 N7啊？没有。第一次上来感觉怎么样？哇，我直觉的感觉就是它很滑，跟特斯拉比起来，那个朴素感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特斯拉就是一个板子，然后接下来几乎通通都没有。尽量省略。对啊，它东西多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科技感啊，科技男，就是工程师系列的，他喜欢这种很多的按键，因为它实体钮很多了。对，特斯拉现在几乎都没有实体，几乎没有，最新款的连拨杆都没了。这一台车有一个特斯拉没有的功能，是救援电车的功能，这个太厉害了，没有插上去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J1772，来我们来试试看。
车外供电开，确认。开始充了，哇，真的可以这么远，真的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充电电流，1600瓦左右充，它不是220V，对，所以会慢一半的速度。很久，它要19个小时，至少它可以救援，哎，可以救啊，救车，这个功能不错啊，很棒，这个很棒。体验一下后座空间怎么样？哦，很宽呢，我觉得它比特斯拉后座的宽敞度更宽，后座有惊艳的感觉。有惊艳到。前面这里不能这样放，可以啊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它下面有空间呢。啊，关起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行李空间，下层有放一些维修的工具。这是整平的，这些配件都拿掉的话，这下面还可以再有一大块空间，有没有？热死我了！来开一下 AC 录音模式，好一点了，感觉风先开大一点，热死了！看看后面能不能感受到一丝凉意啊？因为它的冷气都是前座这边出去，后座是有啦。可是最后面行李箱那里看起来是没有冷气，没关系，我们看看冷气能不能送过去。我们把那边的窗户都拉起来，有感觉到凉意吗？我用电扇吹过来的。哦，是送得过来的。可以啊，这边要把它封起来。但是椅背要把它往前找。哦，好，我们来调一下。我们最后一步就是把椅子放平。我们先量一下，户外27度，看里面有没有冷气房。哎呀，哎，好凉哦！这根本就是冷气套房，这么大的空间哎。刚刚我量户外27度，我们看一下室内啊，我量后面。哦，24哦，24度哎，外面27度，其实不热，但是太湿，所以很闷，全身黏哒哒。可是进来之后，这里好凉哦，整个空间都是凉的。要加这个电扇，一定要加一个循环扇。好，我们看里面，看一下里面的温度，23度、24度、23度，其实它整个空间的温度是差不多的。它的尾灯不能关了，我看日行灯不知道有没有关掉。车子的大灯架是亮的。风扇声很小，这比驻车冷气的风扇声还要小。大灯关掉，对嘛哈？大灯跟后面的雾灯是一起亮的。灯它有一个车内自动车内灯呢。它这样才1400瓦。晚上打到这么凉，还1400瓦而已。我打22度哎，这样子可以用多久？现在是晚上的7点42分，空调耗电是1500瓦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72%的电力。好，看到是还有72%的电力。我们看看吹到天亮，它还有多少电？屏幕关掉，系统设定，显示这里。亮度夜间模式，整个都不见了，它变暗了。然后呢，点一下还有亮，所以它可以用夜间模式，这样子按下去就好了，这样睡觉就不会太亮。V2L 打开，
我们用 V2L 车外取电啊，车上就是一个超大行动电源。现在我们准备吃烧烤，真的可以开目前还没断电。今天用了制冰机，然后呢点了外面的银灯，再加上火烤炉，还有投影机。各位观众，Lush卷 N7 烤肉趴，冷气房加上星空电影院，真的是太幸福了！大家晚上好。人在哪儿呢？在我男人办公室，有一扇门，只有一次烟圈儿。我乐意，你管呢？酒足饭饱，准备休息了。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的耗电，现在是10点半啊。本来的电力是71%，现在是62%。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耗电情形，空调大概就是1300瓦左右。我们大概用了10%的电，10%的电，才用了10%电，3个钟头用10%的电。但是因为刚刚火烤炉是1200瓦，我们是用 V2L。起床啦！哇，这个空间很舒服哎，你看，可以睡到2个大人，而且整个晚上都有空调。最重要的是这里它是后座出风口，所以冷气刚好吹过来，它这个头枕啊转过来就变枕头，睡下去刚刚好。我们看一下整个晚上的耗电。现在空调是耗电1800瓦，整个晚上大概空调都在1500瓦上下，现在热一点到2000瓦了。大家最关心的是睡了一晚，我们从昨天晚上7点72%的电力，到现在早上9点04分，现在大概剩下40%。那么 Lush卷 N7 这台车哦，它可用的电力是57度左右。那么我们从72用到40%，用了32%的电力，算起来大概就是18度电。其实 N7 后座空间啊够大，它可以多种弹性运用。你看，我如果把驾驶座、副驾驶座这个椅子升起来，这边的空间放行李。身为车博达人，随身携带的卷尺也是很正常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床的宽度哦，如果睡在这里的话，130欸。比我还大，因为优良驾驶的床大概就110而已。因为我们有编过，我们有变贵啦，对啦，79公分。好的。然后我们看床板的长度，175公分到这里，不含头枕啊。如果要再延长的话，可以把正副驾驶座放下来，也是一个方式，或者自己再把它整平了。车速的朋友，如果要放行动马桶哦，你看这个宽度。这里是55公分啦，我还没有到底哦，大概55公分。这里呢
这里的宽度大概也是40公分。40公分见方，它是可以放行动马桶的啦。对啊，如果在椅背再这可以再往前呢、啊。好，这个往调一下。就很宽了。那经过优良驾驶睡了一晚，有几个问题啊？第一个是这个天窗，你看一早就被晒起来了，虽然很浪漫啊，可以看到云在飘，但是这个会透光，所以确实会热。这个会热，早上9点这个会烫人的。再来是他可能要买套件，遮光套件。这边要遮起来，也可以自己 DIY。因为他的车子晚上我们有开空调，所以它可以开室外循环，你就不用再弄那个什么透气窗，这样隐秘性会好，隔音也好。对，啊，车内露营模式都可以关灯，但是这个灯关不掉你看，这怎么办呢？自己遮啊。2种方式啊，拿胶带贴掉，或者你拿个东西把它挡住就好了。还有一个方式，灯泡拔掉。灯泡拔掉也是一个方式啊。对，就自己处理一下。小问题，这小问题。对，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这个灯亮着啊，它会晚上会把车上的电瓶耗掉。早期我们油车，你这个点着早上就没电，就没办法发动，要救援。但是电车它这里有57.7度电了，将近60度电，这个用不完了。这个小灯泡当小夜灯都还可以了，如果不介意的朋友当小夜灯。哎呀，那。早上虽然太阳出来啊，但是打开风进来就凉了，好一点。最后我们要来测试 V2L 的电源能不能用微波炉呢？今天我们要料理蛤蟆，直接微波2分钟。啊，不行，跳电，30秒。这跳电不是缺电啊，30秒可以啊。刚刚跳电，可是现在我重新启动就正常。1分30秒不行，1分30秒跳电，可是我用30秒就可以。如果我用1分钟呢？1分钟可以，1分30秒反而不行。只能1分钟1分钟来微波。我们的蛤蜊要微波2分钟，它一次只能1分钟，我们分成2次，各1分钟，来试试看啊。再一次1分钟，刚刚1分30秒一直跳，1分钟都可以。哦，我改1分30秒。就正常了。哎，汁多味美，嘿嘿，哦。如果营区不能使用高瓦数电器，或者是在野营的时候，透过 V2L 用电就非常的方便。收拾完成，我们准备回程啦。最后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来这里2天1夜露营的心得。你像我们有2只宝贝啊，我们只要一离开车上，我们就是车子就会自动开冷气，就不用担心他们在车上那个太热。就是我们下车，它车内的空调会持续运作。电车冷气是随时可以开，所以不用装驻车冷气。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就是它的 V2L。对，这也是我很喜欢的 V2L，就是车外取电功能，真的很方便哎。就是尤其是野营的时候，像我们很喜欢去海边野营，或者是林道野营的时候啊，对，你就不用带行动电源了。如果是一般上班族啊，你像优良驾驶要搞一台露营车，你没有80万100万是搞不定的。就是买一台车，就算是中古车啊，你再改完要有驻车冷气，要有这么大的电力系统，功能都有的话，大概要80、100万。对。可是你上班不会开露营车上班啊。那这一种休旅车的好处就是，它一般上班，它的自动辅助驾驶可以降低驾驶的很多负担。假日的时候又可以开出来露营休闲啊。老实说啦，
车内打平没有露营车这么舒服，这是确实啊，因为它还是有点斜度要整平。那综合来讲，如果是上班族，假日要带小朋友出门，你就可以搭配这种车尾帐，像我们这样的模式。你看啊，我们这样子2天到现在，我刚刚还开出去溜达溜达，现在电力剩25%。人家说钱没用完不想回家，我们电没用完不想回家。那我们准备上路，走吧。从14%冲到90%，大概要37分钟，大概就是70K 左右。开始充电之后，还是不能够切露营模式可是我人在车上，它是有冷气的，还好车上有空调。现在快充很快就到22%了，几分钟而已，3-5分钟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切成维持或者露营模式。不会等很久了，至少车上的空调都能运作。高速公路走走停停塞车的路段有自动跟车，真的驾驶的负担降低非常多。最后和大家分享 Lastgen N7 目前上市的车款。从5人纯粹版、5人亮点版到7人亮点版，动力都是231匹马力、34.7公斤米的扭力，售价从109.9到134.9万元。这一台是亮点版7人座顶规的，134.9万。这边下面本来是置物的，它变成椅子，然后这里多了置杯架，然后呢？这里就剩这个空间，看这个空间还有了，这边椅子了，这个就是原来的救援打气的，这些东西都有，但是空间收纳空间差很多。它的第2排椅子是可以调整的，5人座第2排座椅是不能前后的，这个就可以，7人座的可以。变出2张椅子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椅子就不能前后再调了。第2排多了轨道啊，原来5人座这个没轨道，5人座这个是椅子是固定的。7人座的第3排，后面空间好小哦，我的脚你看几乎挤在这里，这个空间，这扶起来的话几乎是平的。副驾驶你坐上去，我看，坐上去然后把椅子往前推到最前面，不会顶到膝盖为止，下面拉一下。对，我帮你推。对了。不行啊，它最前面就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能坐的空间就是这样。其实这有点尴尬，是说一只脚在里面，一只脚在外面。这个椅背可以调高一点，我们后面就会大一点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我们的经验对各位有帮助。我是优娘驾驶，我们路上见。拜拜。